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Start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那今天我请到了我的老朋友 Karen， 可以简单的打个招呼吗？好的，大家好，我是 Karen。那我这个名字有一点奇怪，那它的拼写是 Kerin。我们就是 Karen 和我是非常老的朋友，我们已经认识很多年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18岁开始。18岁，所以我跟 Karen 我们是大学的同学。那今天的视频呢，是我请他跟我一起，因为我们两个人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我们两个人会怎么样？我们一起做一个节目。对，我们一起做一个节目，就是会做新的 YouTube 和播客。我们在明年会开始有这个更多新的内容，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可以跟 Karen 有更多的这个聊天的机会。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我会让你更多的去了解他，了解我的这个新的搭档。那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那你就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可以，没问题。我呢和安妮一样，也是北京人。我和她是在18岁的时候，第一天在大学开学的第一天，对，我们两个人呢被分配到了同一个宿舍，所以我们是一起生活，也是住在一起的好朋友。对，到现在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很多年了，时间过得太快，所以大学的第一天我们就认识，所以他是我的同屋啊，大学宿舍的同屋，但是我们学的专业不一样，对吗？对，不一样。对，你的专业很奇怪。我的专业我其实学的是日语。对，日语。你学的是英语，对吧？对对，是的，对，是的。好的。那你能够就是大概介绍一下现在你的生活的情况吗？我目前呢是和我的家人住在伦敦，我的先生是英国人，我们也是在一起很多年了。那目前呢有2个很可爱的女儿，目前住在伦敦。今天我要采访你的第一个问题，那你是什么时候搬到英国的呢？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好，我是2019年的2月份。确切的说是2019年的2月26号搬到了伦敦。为什么我把这个时间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日子吧，所以到现在还记得。所以大概现在是快6年的时间，不到6年。至于为什么搬到伦敦呢？是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我的老大就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孩子，他呢当时已经3岁半了，就是想让他去英国上学。所以就是你的第一个就是大女儿是在北京出生的，是吗？对对，在北京出生的。对，就是3岁多的时候，她要回英国去上学，上幼儿园吗？英国的小学的第1年其实叫 reception， 就叫学前班。学前班，对，但是他是英国小学的，就是已经算是入学的第1年了。所以呢，他当时是3岁半，我就想让他就要赶上4岁嘛，4岁就可以去了。就是想让他去英国那边上学。所以主要搬到英国的原因是因为孩子。对对，孩子的原因。那你现在就是已经搬到英国，刚才你说应该也有5、6年的时间了。那你对英国的这个生活，就是现在已经习惯了吗？然后现在习惯了。现在习惯了，对，就是比如像你刚刚到英国的时候，刚搬到英国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不舒服，让你觉得不习惯的呢？有不习惯的事儿，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2点。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的华人或者是搬到英国的这些外国人，我觉得第一点呢是英国的天气。
整体不是特别的好。什么样的气候？它那边呢，就是总是下雨。哦，阴天下雨会比较多。对，比如说我们在北京现在是冬天，我们看到外边能够看到阳光，就还觉得挺暖和的。但是呢，英国呢，它的冬天或者是很多的其他的时候总下雨，下雨吧，我觉得天就有一点儿不太好，就没有阳光，天可能就是灰蒙蒙的。是，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喜欢北京的一个原因，就是不管这个天气冷啊还是热呀，就是它会晴天，这个是特别多的，而且就是可能会比较干。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干可能没有那么舒服，但是对我来说，就是如果要是很冷，那我更喜欢是一种干冷，不是又潮湿又冷的这样的天气。对，而且我觉得人，如果你能每天看见阳光，对，让你的心情都特别好，对吧？对，是的，这个我觉得阳光真的是太重要了，对一个人的情绪，对一个人的心情很重要。对，英国很多的时候，你早晨起来看到外边就是没有阳光，天就比较的灰蒙蒙的，就确实会影响就是人的情绪。对，明白。那现在呢，就是住了这么多年，现在感觉这个天气还是会影响你吗？还是已经慢慢习惯了，觉得无所谓了，不在乎了？肯定还是会影响。不光说是，比如说我们生活在英国的这些外国人，我觉得就算是英国人，他们也在常常说啊，抱怨天气，抱怨天气，觉得天气啊，今天天气又下雨啦。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我和别的英国人不太一样。因为我是选择去到这个国家的，我只可能尽量的去慢慢接受，慢慢的习惯，对，慢慢的习惯，我只能去想一些我住在英国有哪些好的地方呀，孩子的教育啊，这个是我搬到英国最主要的原因，所以我尽量不会让这个不好的这个天气影响我的心情。明白，这个很重要，就是任何的国家可能有优点呀、缺点，对。不要让这个缺点，这个不太好的方面去影响你的生活。对，我觉得你生活在哪儿，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完美的，对吧？对，是。它肯定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说我这个地方就什么都是最好的。目前我没找到啊。如果你找到了，或者是朋友们有谁找到了，可以告诉我们。那除了这个天气的原因，还有其他的方面吗？还是其他方面都是比较舒服的、比较完美的呢？作为一个中国人吧，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吃的东西、美食是全世界最好的。可能别的人不同意啊，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呢，我就觉得我们中国菜是全世界最好吃的菜。所以呢，中国人他走到哪里，他都是就觉得这个吃的不是中国菜。比如说在英国，我们可能常吃的就是典型的英国菜嘛，就是炸鱼和薯条，fish and chips，还有一些比如说是披萨呀，比如说是汉堡呀，就是主要是以西餐为主嘛，或者是三明治啊，他们可能吃的比较的简单，这个叫白人饭。现在很多的就是中国人会把这样的这一类的什么沙拉呀、三明治啊，叫做白人饭。对，这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可能永远都有一颗中国胃，就是我们的胃、我们的胃口，我们喜欢吃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些饭和菜，对吧？对。所以你去到另外一个国家的话，我觉得这个饮食上，对，确实是不太适应。对。但是呢，你只可能是说自己多多的做一些饭。对，如果要是在家自己做的话，可能这样的情况会好一些。对，对。我没去英国之前呢，我不会做饭。不会做饭。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就是住在外国的中国人可能
就是一定会的一个技能，就是你在外国住的时间长了，就对是一定会做饭，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你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你已经住在英国很多年了，那就是你结婚多长时间了呢？结婚是2014年结的婚，所以到现在呢是10年了。哇，整整10年了。所以就是你跟你的先生，还有呢，就是已经结婚10年，那现在也住在英国6年，对吧？差不多5、差不多6年。6年，对对。那你觉得你更像是一个中国人，就是你的感觉，就是你更像是一个中国人呢，还是更像是一个英国人？因为这个住在英国和跟一个英国人结婚，已经是你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或者是很长的时间。那你的感觉就是，你是更像是中国这一边的，还是英国这一边的感觉呢？这个问题吧，我觉得我可能比较难回答。对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就想加一点儿关于文化的角度。那我想提到文化呢，就是我们中国，对吧？我们中国有我们中国的文化，那英国呢有英国的文化，但是我觉得每一种文化它都没有说我这个文化是最好的，对吧？我们每一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每一个国家它的文化当中都有好的地方，它的文化当中同时也都有不好的地方，有一些缺点、优点和缺点。我其实喜欢用一句话来形容，当我们提到文化的时候，就是取其精华，舍其糟粕。这个的意思，精华的意思就是好的东西，我要学习的东西。那糟粕呢？这个东西就是特别不好的东西，我不需要的地方，很糟糕的，我可能就想要扔进垃圾桶的地方。对，我觉得好的东西，好的文化，我们去继续学习。对于我来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很了解中国的文化。那中国文化，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呢，我就是继续保持。然后英国的文化呢，我毕竟在英国也快6年了。我的先生，我跟他在一起结婚10年啊，当然我们在一起已经16年了。所以呢，我也有很多的英国的家人呀、朋友啊，我也是比较了解英国文化的。我也知道英国文化有它好的地方和它不好的地方，所以我作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 Karen 吧，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人，对吧？我就是我自己，我不是别人。我就想把中国文化和英国文化好的地方继续留给自己，留给自己。对，我不去学习，或者是不去做那些我不喜欢的，比如说这些我认为文化当中不好的这些地方。是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个不同的这个生活的方式，你可以经历到不同的这个文化呀，住在不同的地方，对很多不同的人都会有不一样的了解，所以没有一个是最好的，或者没有哪一个文化是最好的，只有哪一个文化可能是最适合你的。你要把这个好的东西留给自己。就是这样，我觉得你这样来说，你才是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我们可能不用去想过多的，比如说我更像中国人和英国人。我觉得现在在我们当今的这个时代里，已经2024年，马上2025年了，那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做自己。别人提起来，Karen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可能非常的不一样。我比较喜欢他的是哪一点？因为比如说我生活在英国，那如果我按照中国人的这个做事的这些方式或者是这些想法的话，可能我在英国就是生活的不是那么好，比如说工作呀，比如说交朋友呀等等的很多的方面。所以呢，我只可能是把不好的地方不要去继续这样下去，我们文化里好的东西继续的传承下去。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让你自己去满意，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状态，你自己是最了解你的情况的。对。其实我认识你很多年了，但是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时间去要做一些这个
生活的决定，就是你自己的生活什么样的方式是最适合你的，这个可能还是要自己去做决定。对对，是肯定的。那现在你在英国就是主要的这个工作是做什么呢？目前在英国最主要的是做翻译方面的工作。比如说一些中国人他们去英国呢，可能是为了工作，也有一些政府部门的人，他们去英国可能是学习、参观等等。这些从国内的人去了英国，我就是帮他们翻译，主要是做翻译。前一段时间我接待了从国内去到伦敦的一个律师代表团，是50人左右的律师的一个代表团。他们去伦敦的时候访问了伦敦的最高法院，还有伦敦的很多的律师事务所。所以我就是接待他们，帮他们做翻译。还有哪些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可能就帮助他们协调一下。就是在你工作的这个过程中，比如像翻译，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内容，那你的就是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你觉得翻译的这个工作有意思吗？翻译的这个工作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每次接待的人都不一样。比如说呢，上次接待的是50名律师代表团。那我带他们去参观伦敦的最高法院，给他们讲一下伦敦的最高法院的历史，以及英国的它的法律的一些体系。我还带他们去一些英国比较有名的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和一些律师英国的律师进行交流。我自己本身不是律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职业就是有一点挑战的地方，就在此。因为对于你不了解的一个行业，我自己也不是律师，可能律师的很多东西我都并没有那么了解。但是呢，我提前呢可能做一些功课，我提前查一下英国的这个法律体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要拜访的公司，这些公司有什么背景，有什么历史，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所以就是你的客户不同，做的项目不同，那你的工作的内容也会不一样。对，那这样的话，可能如果对于不熟悉的行业，也是比较有挑战的。对。但是它好的一点就是说，能让你了解不同的行业。对。每一次你可能都遇到不同的人。比如说这次是律师，下次呢是老师，可能下次呢是别的人。他的不同的行业的人，会让你觉得这个行业了解了还是很有意思的。或者是发生什么有趣的一些事儿，就是比较有挑战性，同时又比较的有意思。就是不是每天有一个固定的内容，你已经知道明天你要做什么，下个星期、下个月你要做什么，就是不是重复的，是每天都会有新的内容。我也是很喜欢这样的这种工作，对，不会觉得很无聊。可能不是和一样的人呢去一起工作，有的时候可能你的一些同事，我好像不太喜欢这个同事，或者说我不喜欢我的老板。我的这个工作呢，其实也算是自由职业者。对，就是我和一些，比如说一些公司呀，和他们也都是合作的关系。所以大家就是来了一个项目，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具体的细节。我说 OK， 这个项目我想做，那我就做，然后我就去接这个项目，做这个项目。所以工作时间也是比较灵活的，工作的时间或者地点还有内容都是特别灵活的。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对，目前孩子还比较小，对吧？因为在英国和中国不太一样的一点是，中国可能有你的爸爸妈妈呀，一些老人呀，可能能够帮助你，就是看一下孩子。但是在英国呢，大家的生活都是分开的。英国的老人他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可能他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帮你去带孩子。所以我觉得作为一名女性吧，一名妈妈，你可能有比较灵活的工作呢，就能够让你的工作呀、你的孩子、你的家庭
就是更好的能够平衡一些。对，所以你需要工作，然后要照顾孩子，要照顾家庭，然后对，可能是需要更好的去平衡这个工作跟生活的对方面。所以这工作还是挺好的，因为有更多的时间，你可以去决定或者去安排。对，非常非常感谢今天 Karen 她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这个中国和英国的文化的区别，她的这个工作简单的这个工作的介绍，她的生活的介绍。那我觉得以后我会跟 Karen 会做更多的这种播客呀，或者是 YouTube 的视频呀，会有更多的这种聊天啊、谈话呀、对话的这样的内容，在未来的这个节目里，对他或者对我们的这个内容会有更多的了解。对，很期待和大家在我们的新节目里见面，我们会聊一些各种各样的话题。我也很期待这个跟 Karen 有更多的新的合作，我觉得会让我的频道或者是我们的内容和形式会更不同，更有意思。我们会加更多新的东西，那我也非常的期待2025年我们会有很多的新的变化。今天请 Karen 来跟我一起做这个视频，那我也非常的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请你点赞并且订阅这个频道。那也希望你可以把这个频道和这个视频分享给更多的对中文、对中国文化或者对各种各样文化感兴趣的人。好，那再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安妮很高兴和大家今天聊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下期再见，拜拜。